我居然在家窗户上目睹了杀人现场。一个身穿雨衣的人左手高高举起刀，劈向倒在地上的人。凶手刚杀完人，刀还没有从尸体上拔出来，他就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宽大的帽檐下露出了一抹渗人的微笑。我哆哆嗦嗦地拉上窗帘，试图拉开两个人的距离感，眼前的视线一下被遮挡住，脑子这时缓慢地转了过来。报警！我得报警！我差点要哭了出来，双腿发软蹲在地上，手几乎都拿不稳手机，慌忙地拨打了110。救命！杀人了！我脑子一片混乱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女士，别害怕，您的地址是哪儿？警察安慰我说，马记公寓1号楼2单元804。警察的声音让我安心一些，顺利报出了家庭住址。我又继续说，我在窗口看见对面有个人杀人了，对面应该是4单元1栋6楼，而且他看见我了，他会不会继续杀了我？我说着说着，心跳得越来越厉害。我知道我现在很恐惧，对死亡充满了深深的恐惧。好的，女士，我们马上就赶来，请你把家里面的门窗锁好，保护好自身安全，也请保持我们能顺利通话。我机械的连连答应，我踉踉跄跄的锁好了门窗，然后躲进了卧室的衣柜里。我还把灯给关了，装作家里面没有人。眼下周围一片黑暗，不过却让我安心了不少。我不停地看着时间，安静的空间里只能听到钟表时针转动的声音。短短几分钟，就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突然间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女士，你在吗？我是警察。有人在大喊道：“警察！”太好了！我挣扎着从大衣柜里爬出来，揉了揉发麻的大腿，走到门口。我正打算开门时，敲门声再一次响起。你好，女士，把门打开一下，我是警察。只不过这个声音好像是敲的隔壁的门，我瞬间就意识到这个警察是假的。我心里一根弦被紧紧绷着，意识到那个杀人犯是来找我的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的全身开始抖动。原来我这么怕死。等了一会，听见没有声音了，我扶着门一点点靠近猫眼，猛地，一颗的眼球被无限放大。我看见你了！杀人犯突然开口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叫出来。他不紧不慢地扣着房门。女士，请问你在家吗？我是警察。是你报警的吗？最后一个字，他尾音无限延长进入了我的耳里，好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我开始不由得全身发麻，紧张的气息向我涌来，我该怎么办？指针的转动声，为什么指针的转动声这么大声？为什么我眼前漆黑的地方出现了一丝光亮？好刺眼！耳朵里响起声音：“小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眼前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，突然手上的酸痛感袭来，发现我的左手被铐在床上。你是谁？为什么铐着我？这里是哪儿？我下意识的想要挣脱。别乱动！白大褂的身后有人在说话，这个声音好耳熟，好像是那个杀人犯的声音。我害怕的朝那个方向望去，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缓缓走来。女士，你昨天晚上报警说目睹有人杀人，经过警方的核实，发现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你。我是杀人凶手？绝不可能！我在窗前清晰地看到那个人的行凶全过程，他还是个左撇子。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，你用右手拿刀将对方砍死了。旁边的医生解释着，我激动的大声辩解。昨天的一幕我看得真真切切，发生在我身上的细节我也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怎么可能变成杀人犯？警方经过核实发现，你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作案期间处于发病期。一瞬间，我大脑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。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，你用右手拿刀将对方砍死。昨晚他们按我说的出了警，发现对面我说的楼层根本没有发生凶杀案。随后警察又来到了我的家，可是我却拒绝配合警察。一番焦灼后，他们只能强行入门，而我也在这时头疼欲裂，晕了过去。被害人也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，早已经咽了气，凶器上只有我的指纹，地板上也全是我的血脚印，还搜索到了我杀人时所穿的衣服。怎么可能是这样？我几乎抓狂。那我杀了谁？这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。是你老公。医生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，我再次崩溃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现场散落着很多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，我猜测应该是你老公想让你吃药，引起了你的反感。无法想象他当时该有多绝望，他最爱的女人将他推向了地狱。我在某鱼上买了个2手手机，结果到货后发现这台手机竟然没有格式化。打开相册一看，原手机主人还是个高大帅气的男生，这下可赚到了。要是能借这个机会发展一下关系，
嘿嘿嘿，我一边想入非非，一边美滋滋地欣赏帅哥的盛世美颜。指尖一滑翻到下一页时，我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手机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？我仔细看这张照片，那还是我高中时拍的。我扎着马尾，穿着校服，一脸青涩。这张照片离现在都快7、8年了。原手机主人为什么会偷拍我，还把照片保存这么久？难道他是个偷窥狂，要对我意图不轨？不对呀，那为什么这些年都没下手？我继续翻着手机里的照片，1张、2张、3张，越来越不对劲。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从高中到大学，再到参加工作的时光。最近的一张是在几个月前，我和闺蜜在海边的时候。原来这么多年都有一个人在背后偷偷看着我，这怎么越想越瘆人呢？简直细思极恐，我的冷汗直往外冒，这丫绝对是个变态。幸好我掌握了证据，不然都不知道自己离危险有多近。正当我想报警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小姐，有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说先放门口吧。说完这句话，突然回过神来，不对呀，我都没买东西，哪来的快递？我屏住呼吸，僵硬地看向门的方向，手指不自觉颤抖起来。门外的人应了一声，把东西放下走了。我蹑手蹑脚跑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到外面没有人，我小心翼翼扭动门把手，左右环顾后把快递拿了进去。打开快递，里面居然装着一套性感内衣。我拿出来一看，好家伙，连尺码都合适，谁这么恶搞我呀？我有些疑惑，脑子里第一个闪现的是我闺蜜小关。小关在这方面总是有很多大胆的举动，去年生日还送了我一个小玩具，所以今年送我情趣内衣毫不奇怪。只是距我的生日还有1周时间，想来是她的礼物买早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正要跟小关说收到了，正在此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，送你的这套内衣喜欢吗？穿上我看看。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这人是谁？什么叫穿上我看看？我看了看周围，又把家里的房间都转了一圈，没有人。到这里，我可以肯定这内衣不是小关送的了，他不会那么无聊，是谁恶作剧我也不想知道了。我把放内衣的快递盒丢在鞋柜旁边，已经快10点了，明天还要上班，我得赶紧睡了。我麻溜钻进被窝里刷了会手机，还把刚才的事告诉了闺蜜，让她帮我分析是谁要整我。闺蜜很久没说话，我的眼皮也撑不住了，拿手机的手垂在床边，倒头睡了。半夜，我迷迷糊糊听到门把转了一下，我微微睁开眼，撑着身子仔细听了会，又没声音了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声音，又躺了下来，点开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凌晨1点。映入眼帘的还有一条闺蜜的消息，我点开看了一眼，瞬间睡意全无。有没有可能送你内衣的人就是手机卖家？这条消息吓了我一大跳。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，那么卖家已经知道我的地址，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根本无法想象。我手抖地发过去，不会吧，别吓我呀，大晚上睡不着了。闺蜜估计早睡了，我却彻底被吓醒了。本想开灯给自己一些安全感，这时我又听见了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，好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，我不太确定，于是屏住呼吸，光脚下地，把耳朵慢慢贴近卧室的房门，感觉有脚步声渐渐离远，好像进了厨房。再从厨房出来后，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，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家里真的进人了。我脸色陡然变得苍白，全身止不住的发抖，极力不发出一丝声音。我贴着房门蹲了下来，手指颤颤巍巍拿着手机，刚输入110要拨打电话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警察就算赶到我家也需要时间，何况我现在说话，外面的人肯定能听见，万一他急了那就糟了。我沉下心，编辑短信给12110，警察，我家进了人，就在客厅里，我现在很危险，请你们赶快过来。我家在马吉小区3单元5楼507房间。拇指一按，消息立刻发了出去。正当我稍微松了口气，耳边响起3下敲门声，沉重有力，我的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整个人都蜷缩在墙角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随后，我听到一门之隔的外面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的男音，他一字一顿，仿佛正在盯着一个已经进入牢笼的猎物。徐真真，我知道你没睡，我要进来喽。我逃也似的跑到床上，用被子把自己捂住，抖得像筛糠一样，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外面的人转了转门把，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，他猛地抬脚踹了一下，行径粗鲁暴躁，可他的声音依然温和，一声声引诱着我：出来吧。
把门打开，我看见你在被子里呢。我蜷缩在被子里，嗓子里像塞了团棉花，极度的恐惧让我说不出话来。它的力道越来越大，我听到了木屑的破碎声。透过被子一角，我看到了一只邪恶的眼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嘴角勾起诡异的笑。你还是和从前一样不听话，我真的要生气喽。男人温柔地说完这句话，一脚将门板踹倒，门板的轰塌声重重地落在我的心上。男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黑暗的光线下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他2排白森森的牙。他在笑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猛地从床上跳下来，钻进了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门相对而言坚固一些，就在我以为他能替我挡一阵时，男人猛地撞了过来，下一秒他的半个身子探了进来，嘴角扬起玩味的笑。我忍不住尖叫起来，恐惧和恶心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我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徐真真，你怎么这么胆小，一点都不好玩。男人勾起我的下巴，有些遗憾地说：“求你放了我。”我小声的哀求。放了你？怎么可能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男人温柔如水，用手指碰了碰我的嘴唇，冰冷的温度让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，用2只手拼命地向后，最后贴到了卫生间的墙壁。怎么办呢？无路可逃了。男人嗤笑着问：“你别过来，你要是再敢走一步，我就跳下去。”我的话音还没落，男人就挑衅地向前了2步，下一秒我被他轻而易举地拽起来，然后把我的脑袋塞到窗外，风和泪水不停地往脖子里灌。你不是想说要从这儿跳下去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。男人轻描淡写地说完后，托起我的整个身子往窗外送，身体完全腾空的刹那，我真的怕极了，忍不住尖叫起来，2只手拼命地想要抓住窗沿。面对我的胆怯，男人冷笑着奚落着：“既然你不想跳楼，没关系。”他把我丢在了角落。我想到了一个新死法。说罢，我看见他掏出一把利刃，直直地划向我的脸。我惊恐地尖叫一声，头一歪晕了过去，一杯冰水无情地泼在我的脸上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人已经靠在了床上。想到之前恐怖的一幕，我伸手想要摸摸自己的脸，抬手时发现4肢被他绑了起来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放心吧，你目前并没有毁容，不过一会儿就很难说了。站在床边的男人突然开口，这一瞬我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脸，竟然和手机里的相片一模一样。是你卖给我手机的人，怪不得他能叫出我的名字，因为订单上我用的是实名信息，所以送性感内衣的也是他。是不是很惊喜啊？你到底是谁？想把我怎样？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弱弱地从胸腔中挤出一句话：你竟然不记得我。男人遗憾地说。我偷偷地瞄着他，男人的五官很俊俏，很符合我的审美，可惜我并不认识他。我连忙摇摇头。你不记得我就算了，可我记得你，这么多年每一天我都没忘记。男人的脸一下子冷了下来，我吞了吞口水，不敢吭声。那这个呢？他用力扯开自己的衣服，我看到一条如蜈蚣般长长的疤，将胸膛撕成2半，让人毛骨悚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男人突然像疯了一样笑了起来，脸上写满了阴鸷。许真真，我有今天都是拜你所赐。他突然扼住了我的脖子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叫王帅，是帅气的帅，不是衰败的衰。他一字一字地吼道。王帅这个名字让我莫名的熟悉，可记忆库里却没有这个人的痕迹。抱歉，我真的不记得你。还真是讽刺，这么多年我做梦都想见到你。王帅笑着看向我，阴森森地说，然后将你狠狠地踩在尘埃里。我还来不及开口，他竟然哼唱起来。胖头鱼叫王帅，又胖又丑没人爱，键盘花口水淌，哭着喊着做新郎，耳又聋眼又花，就是一只癞蛤蟆。听着他的哼唱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终于想起眼前的这个人是谁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惊悚从我的脚底蔓延到了天灵盖。我瞪大眼睛，高中时代的我因为家庭条件优渥，加上学习好长相佳，身边的人都拼命地讨好我，我在学校里格外嚣张。高一时班里来了一个转校生，名叫王帅，老师安排他坐我的同桌。那时的王帅又矮又胖又丑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一开口脸就红，就是个小透明，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许真真，王帅说他喜欢你。
一个男生戏谑地对我说：“我从小到大不乏追求者，可是被王帅那样的丑逼喜欢，感觉是天大的耻辱。”我气哼哼地回到座位，王帅小心翼翼地将一盒小蛋糕推到我的面前：“吃块蛋糕吧，甜食能让人的心情变好。”谁喜欢吃你的破蛋糕？和你的人一样恶心！我气呼呼地拿起蛋糕，直接糊在他的脸上。王帅被我的举动吓坏了，怯怯地看着我：“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？”“你活着就是个错误。”我咬牙切齿地说。王帅落寞地看了我一眼，伸手抹了抹脸上的奶油，默默地走出教室。我迅速找老师换了座位，却没能制止流言的传播。只要我和王帅同框，同学们就开始起哄，看戏一般对着我们不怀好意的笑。王帅的存在仿佛将我钉在耻辱柱上，让我抬不起头来。许真真，你和王帅的婚纱照被贴在了黑板上。早晨，一个同学从班级里跑出来，幸灾乐祸地对我说：“我和王帅的学生照并排贴在黑板上，照片的周围画着彩色的气球和鲜花，最上边写着4个大字：新婚快乐。”班级的同学开始鼓掌起哄，祝我们早生贵子。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炸开了，抓起板擦发疯似的在黑板上乱蹭，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。男主角来喽！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同学把目光投向出现在门口的王帅。黑板上的婚纱照是你布置的吧？还真是用心良苦呢。赶紧向许真真求婚，说不定她就会答应你。有同学开始起哄：“不是我做的。”看到黑板上的内容后，王帅脸色煞白，连连摆手。看着他那张对不起观众的脸，我烦躁极了，抬手将板擦狠狠地丢了过去。板擦砸在王帅的肩膀，然后落在地上。“你这只癞蛤蟆，赶紧滚开！”我的话音刚落，王帅眼里的光一点点褪去，小声地说了句：“对不起。”我开始带头孤立王帅，同学们看我针对他，也乐得看戏，对他非打即骂。不善言辞的他越发沉默，整张脸上写满了灰败，就像是一颗快要枯死的植株。课间，王帅再次走向我，他的靠近让我浑身不自在，胃里都在不停地翻腾。“那真的不是我做的。”王帅局促不安地说。“滚远点儿，我不想看到你。”我烦躁不安地想要尽快赶走他，害怕我们又成为焦点。“不是我。”王帅的眼角挂着泪珠，想让我相信你可以，你现在就死给我看，用死来证明你的清白。我轻蔑地看着王帅，嘴角衔着笑。王帅脸色苍白，愣愣地看了我几秒，然后无声地走出教室。不久，窗外传来一声巨响。“许真真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”王帅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颊，掐住我脖子，手掌微微用力。我缺氧到喘不过气，两只被绑起来的胳膊奋力又徒劳地挣扎。“我没死成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”他的笑容越来越夸张，可丝毫没有温度。我看着他发疯似的大笑，直到我快翻白眼了，才大手一松，我肩膀剧烈耸动，头一次这么贪婪氧气，大口大口呼吸着，无助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用力地咬住嘴唇，拼命摇头。“王帅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其实你跳楼后，我真的很自责，每天被噩梦困扰，我还得了抑郁症。后来一个心理医生帮我封存了那段记忆。”“放了你，说的轻巧。你感受过被人羞辱生无可恋的味道吗？你体验过骨头4分5裂的滋味吗？许真真，在我的面前，你不配谈条件，这些都是你欠我的。”王帅的双眼充血，他不停地在笑。“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我再次低三下四的哀求。“哼，如果那天我没有跳下去，你一定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，又怎么会知道你自己是错的？”王帅的话让我顿时哑口无言。“你现在的结局叫罪有应得。”王帅说完这句话，举起刀对准我的胸膛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命丧黄泉时，警察突然破门而入，也将王帅制服。泪眼朦胧中，我看到了墙边挂着的花，它的名字叫紫色风信子，花语是救赎和忏悔。每个人都渴望忘记过去的不快，尽情地拥抱今天。可是我今天的遭遇就是昔日种下的恶因。校园暴力会对一个孩子的身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雪崩到来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如果你深夜回家，突然有个老头拉住你要喂你鸡蛋吃，你会怎么办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是我搬到这个小区的第3天。看着老旧的楼梯和斑驳的墙壁，我安慰着自己，一个人住在哪都一样，况且这能省下不小的花销呢。这天下了夜班的我刚踏入小区，那周围一瞬的寂静，以及若有若无的路灯，不免让我心里发毛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哼着歌给自己壮胆，
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起来。走到楼下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擦下额头冷汗，用力地咳嗽了一声。可惜声控灯没有亮，我再次尝试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不会吧，这也是坏的？我有些绝望地看着漆黑的楼道，身上的汗毛不自然地竖了起来。我纠结了一阵，还是鼓起勇气，借着手机的光亮一步步走上楼梯。刚走几步就闻到楼梯间弥漫着一股菜香味，这让本来饥肠辘辘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就在我回味时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衣角，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恐惧，放声尖叫，瞬间后退了好几步，企图挣脱那个东西。你回来了，吃个鸡蛋吧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定睛一看，2楼的拐角处竟然坐着一个老人，手里还递着剥了一半的鸡蛋。可我刚才为什么没注意到呢？爷爷吓到你了，对不起呀。老人声音低沉地和我道歉。见到老人认错态度好，我便也没说太重的话。爷爷，大爷您认错人了呀，我不是您孙女，您真是吓了我一跳，现在心还砰砰跳呢。太晚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不是我孙女儿，那我孙女儿呢？她还没放学吗？我看着眼前一脸无辜的老人，意识到他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。大爷您住在几楼啊？我就住3楼。老人指了指楼上，大爷我就住您楼上，现在太晚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只见老人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还要等我孙女儿呢。你要吃个鸡蛋吗？老人笑眯眯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鸡蛋，我还是婉拒了老人，转身回了家。因为工作太忙，我转头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。隔天下夜班后走进小区时，才又想起了楼道没灯这件事。但意外的是，今天的楼道竟然是亮的。这个世上真的有雷锋。刚从2楼往上走时，我下意识地望向拐角，老人真的坐在那里，手里依旧握着一颗鸡蛋。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微眯的眼睛猛地睁开来，昏黄的灯光下是一张皱纹纵横、面色无暗的脸。他的嘴巴咧了咧，露出黄牙，冲着我笑。一种莫名的恐慌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2个楼梯。你回来了，今天不黑了吧？吃个鸡蛋吧。大爷您又认错了，我不是您孙女。大爷这灯是您安的？我意外地问。老人点了点头，一脸傲娇，甚至还有些害羞。您老可真棒。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不过下次登高的事情还是让年轻人来做吧，毕竟您岁数大了。我身子骨硬朗得很。老人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，速度特别快，我生怕他一个不留意扭到了腰。我看着老人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可是一天的疲惫让我来不及多想，匆匆回家休息。很快就迎来我的第3次夜班，因为贪凉的关系，我的胃开始不停地折腾。回家走到2楼转角时，冷汗已经把我的衣服打透了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2只手捂着胃，早就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老人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桌上只有2颗水煮蛋。护士，送我的大爷在门口吗？我问巡房的护士。护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体温计给我。你只是肠胃炎，并没有发烧。隔天出院后，我想着去感谢一下大爷，但敲了许久的门也没有人应声。难道是出门锻炼了？想着晚上他应该还会坐在楼梯口，便先回了家。可到了晚上，我再次下楼，却发现那个拐角只有一把凳子，但不见大爷。想了想，我再次去敲了他家的门，可房门始终没人开。我担心大爷身体有个好歹，就给物业打了电话，希望工作人员可以来看下情况。你确定是这家？物业经理看了看3楼斑驳的房门，表情怪异地看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叙述给他听。你确定自己没记错？物业经理的表情变得扭曲，说话声音有些颤抖。可301早就不住人了呀，这家原先是有个老爷子，还是老年痴呆，但是他已经去世4年多了。啊！我震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老人是个苦命人，无儿无女，一手带大了领养的孙女。可孩子在上学路上出了意外，后来老人得了老年痴呆，去世后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了。那我每天晚上见到的是……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但仔细想想，反而也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这个老人家尽管忘了自己是谁，却时刻想着等孙女放学。他也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孙女吃。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大爷。我猜他和孙女应该再次相遇了吧。他牵着孙女的手送她上学，孙女手里高高举着大爷包好的鸡蛋。
如果你家的密码锁总是被2个熊孩子滴滴按个不停，你会怎么办？刚到家的我突然听见门口有按密码的声音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一只圆圆的眼球在猫眼的另一边滴溜溜转动。几乎同时，一声小孩子的尖利的笑声响起。姐姐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家密码多少？今天下班早，我抓紧包包，做贼一样飞快上楼，心里不由想起这几天总有2个小孩在消防大门蹲着等我下班。之前我担心他们家长找不到他们，就没有邀请他们进屋玩，2个人就蹲在我家门口，畏畏缩缩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看见我家门口没有小孩，我长出了一口气。谁家的熊孩子不用上学的吗？成天跟人家门口蹲着。我麻溜地输入密码进入家门，刚放下包，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，就听见门口有输密码的声音。等我走到门口时，6位的密码已经输完3位。本想直接打开门，但鬼使神差，我看向猫眼，通过猫眼，我看到一只圆圆的眼球在猫眼的另一边滴溜溜转动。几乎同时，一声小孩子的尖利的笑声响起。姐姐，我看到你了。我被眼球吓得不敢动弹，小男孩的笑声更让我半边身子都麻了。密码还在输入，他们按下最后一个按键，密码错误。男孩叹了口气，他又在输入密码。我哆嗦着打开手机，我家的密码是可以在手机上设置的。我立马把密码改成系统随机。我的手机上显示，他们第一次输入的密码其实是正确的，只是少了个井号，最后那位多输入了1次。而男孩输入的第2次密码与我家密码完全相同。我瘫软在地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密码的？一道甜腻的女孩声音响起：姐姐，你家密码多少？我回过神来，这个女孩比小男孩大一些。从前几次见面来看，她心智成熟，似乎很聪明。我开口：你们想干嘛？女孩凑在门缝上说：我想上厕所。楼下物业办公室有厕所，你自己坐电梯到负1楼去。我翻找手机里物业电话，通过物业一定能找到这2熊孩子的父母。姐姐，我不想上厕所了，你们家有没有不要的瓶瓶罐罐？女孩的声音近得像是在我耳边低语，我感到被蛇爬过的恶心与难受。我打通物业电话，让他们上楼一趟。在等待的时候，门外悄然无声。我试探着从猫眼里观望，门外空空荡荡，估计是听到电话，怕被喊家长，所以跑了。想到2个孩子鬼鬼祟祟的模样，我猜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玩耍，分明是盯梢。门再次被敲响，我打开门，门口站着3个穿黑色保安制服的人。我简单把事情描述一遍。你是说，你这几天都看到那2个小孩在你门口玩耍？一道好听到可以去当声优的嗓音响起。我顺着声音看过去，黑色鸭舌帽下一双眼睛黑得像是能把人魂魄给吸进去。我呆愣一瞬，啊对，他们经常在我门口玩游戏。玩游戏，他重复了一遍，嘴角无意间勾起，一个酒窝短暂的出现又消失。旁边一个40岁的保安用手按嘴咳嗽了一下，随即向我说道：这样吧，蒋小姐，你跟我们下去看下监控吧。我是鞭套，正对着这一层上下楼梯的消防通道。我们小区物业管理的不错，每层的消防通道里和外各有一个监控，黑白录像一帧一帧闪动。时间7月7日，2个小孩在消防通道爬楼梯，一层一层的往上走，最后在我的楼层停住了。他们对了下眼神，缩在角落里往外盯着某个东西。门口录像显示，这时我正好从电梯里出来，从包里翻找什么东西，根本没注意到1米之隔的消防门内有2双眼正注视着自己。时间7月8日，2个小孩提前10几分钟就在消防门口蹲着，看着我从电梯里出来，见我快要走到他们面前，便用手捂住眼睛，从指缝里窥视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见到他们。在我输密码时，他们迈着滑稽可笑的步子，离我越来越近。而此时的我，开门关门，门关上的刹那，他们的脸上出现一种中年油腻男人的可惜与冷漠嘴脸，似乎在说到嘴的鸭子飞走了。也许他们想遮的不是眼睛，而是脸。通过小孩子的游戏让我麻痹放松，随即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瞪圆眼睛看向身旁的男人，他好像知道，所以才会笑着说出玩游戏。见我看向他，他安抚地看了我一眼，先把录像看完。接下来的录像里，2个小孩调皮得很，总是在我家门口乱丢纸盒，在密码盒子上粘胶布，看着我飞踹纸盒，怒撕胶布，冲他们龇牙咧嘴时，2个孩子非但不生气，还冲我做鬼脸。待我进门以后，2个人还击掌比耶，直到看到今天的录像，瞬间让我毛骨悚然。在查询这几天的监控录像，我发现这2个孩子经常在门口蹲守着我回家。通过小孩子的游戏让我麻痹放松，
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录像时间7月12日，也就是今天。我左右观望，小心翼翼地解锁进门。5分钟不到，2个小孩出现在我门前。男孩熟练地按着密码锁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输入密码。从视频里可以看到，大一点的女孩子站在凳子上，透过猫眼在观察，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。男孩口袋里也鼓鼓囊囊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呼吸不自觉地急促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录像，眼中满是后怕。保安里一个人冷不丁地开口：“这2小孩是怎么知道密码的？”年纪大一点的保安在一旁操作电脑放大画面，示意我们看向走廊的窗户，那上面映出一双睁大的眼睛。你开门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盯着你输入密码。之前他们故意在你门口设各种陷阱，就是为了窃取你家的密码。他怎么做到的？窗外的位置有个小平台，他应该是踩在那个上面。他侧过头认真地对我解释，我瞬间鸡皮疙瘩遍布全身。这还是小孩吗？看完全部的录像，我害怕到不敢踏出监控室的门口，那2道如影随形的眼睛似乎就在外面等着我。我不敢细想他们要是进了我家门之后会发生什么。我叫明成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那个保安小哥说道。就在我们刚走进楼道时，突然听到轰隆一声，身后好似有重物坠落。我刚想回头看，一双手捂住我的眼睛，别看了，先回去。我虽然应和着，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腥气，还是被我鼻子捕捉到了。转而我们进入了电梯，明成按了8楼的按键，便掏出手机快速的打字，好像在给谁发着消息。我们从电梯走出后，明成的眼神停顿了几秒，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我家门口画着一辆格子公交车，蓝色粉笔画出大致的轮廓，旁边用红色黏腻液体画了3个歪歪扭扭的字，捉迷藏，上面有很明显小孩的脚印，一个大一个小，那2个小孩还在这。我瞬间心惊胆战起来。别紧张，没事儿。明成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他对讲机里传来了声音：“3幢有人跳楼了，似乎是从8楼跳下来的，是一名女生。”对讲机滋滋的声音传来：“我这栋楼不就是3幢吗？那8楼。”我想起刚才楼下重物坠落的声音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正在我思索时，隔壁邻居的门突然开了，2个小孩从里面走出来，似乎没预料到我们俩在这里，笑意僵硬挂在脸上。男孩子手上拎着一个黑色的包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明成瞬间冲上去控制住了他们，在他们想从包里掏出什么之前，死死捏住了他们的手。叔叔，你干嘛？你捏疼我了！小女孩眼巴巴地瞪着明成，随即又看向了我，眼角带上眼泪。姐姐，你让叔叔放开我吧，他拽得我好疼。我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明成转头过来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：“别听他们说的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我注意他们很久了，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小孩子。”这也是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他俩。凑近之后才发现，小孩的脸并不似正常孩子那种光滑水嫩，脸上甚至有点沟壑。本市新闻播报：7月12日17时许，马吉小区发生一起女性坠楼事件。经警方调查后发现，这是一起人为的入室抢劫凶杀案，凶手为一男一女2名成年侏儒症患者。他们凭借身体的优势骗取同情，进而实施作案。在这里提醒广大人民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。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昨天的新闻报道，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。后来的事情还是明成告诉我的，那2个假小孩因为身体的问题，找工作时处处碰壁，生活里也常被别人瞧不起。渐渐的，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，仇视比他们健全的正常人，为了生存下去，把自己假扮成小孩子，在附近小区踩扁，打着捉迷藏、玩游戏的幌子，让人放松了警惕，便开始作案。他们在我这里没能得手，就把目标对准了我隔壁的姑娘。她出差刚回来，当小女孩提出“姐姐，我想上厕所”，隔壁的姑娘心善，让他们进屋子了。女生最初并没有太在意，直到发现他们偷偷翻找自己的东西，3个人才争吵起来。他们担心事情就此败露，索性将女生扔到了楼下，活活摔死。当明成把这些事情说给我听时，我震惊不已。原来同情心真的也能害死人。